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1号中午向俄联邦会议发表2023年国情咨文，破例邀请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人员到场。普京在讲话中总结了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经验，并对国际形势作出评估，表示将加强军力，将特别军事行动进行到底。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之所以难以避免，是因为西方大国寻求无限的权力。普京称，他此次发表国情咨文，正值俄罗斯处于最艰难的边缘时刻。西方利用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砝码，西方精英并不掩饰他们的目标，那就是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这意味着永远终结俄罗斯，将局部冲突发展成全球对抗。相应的，俄罗斯也将对此作出回应。他们不断地给乌方提供直升机以及其他的军备。在不断的在增加对顿巴斯的攻击，所以我们作为俄罗斯应该更多的去保卫顿巴斯地区，并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普京还表示，西方前所未有一揽子经济制裁俄罗斯的企图已经失败。他表示，西方国家面临着数万亿美元的能源和金融等危机，但俄罗斯的收入并没有枯竭。为了应对制裁，俄罗斯国内企业已经重建了供应链，莫斯科正在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建立新的支付系统和金融架构。普京在讲话中谴责欧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威胁俄罗斯生存。他指出，西方已投入1500亿美元对乌进行军事援助，实际上是在暗谋私利，破坏国际秩序。普京说，乌克兰的远程战斗系统越多，我们就会把威胁转移到离俄罗斯边界越远的地方，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是不可能的。乌克兰的冲击对抗的责任完全是西方一手造成的。乌克兰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靶子。我会看到乌克兰人民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西方的耗材。普京重申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和立场，表示将把该行动进行到底。他还宣布，俄罗斯将设立国家基金，帮助特别军事行动阵亡战士家属和老兵。普京谴责西方退出基本协议，并不断推动北约东扩，妄想将战略包围俄罗斯。普京宣布，俄罗斯将被迫暂停执行和美国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补充称，如果美国采取行动，俄罗斯需要做好测试核武器的准备。俄乌冲突呢，应该讲或者叫特别军事行动呢，应该是这一次国情咨文的重中之重。因为不仅是国际关注，其实俄罗斯国内民众也高度关注。因为现在呢，这场冲突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集团的这个冲突。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正处在一个长期化。那么这种长期化呢，对乌克兰、对俄罗斯困难都很多，但是从普京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呢，那么他在正视困难的同时，也一定会更加坚定地表明，他一定会把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进行到底，而这个目标进行到底呢，将影响到今后俄罗斯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的这个决策过程。外界注意到，这是俄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普京首次发表国情咨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份国情咨文的文稿由普京亲自撰写。普京去年没有发表国情咨文，他当时解释称，由于事态十分紧张，因此需要额外时间来分析确定结果，才能使咨文有理有据、切实可靠。外界还注意到，就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突然访问乌克兰，并与泽连斯基会面，期间发表讲话，重点强调了将对乌克兰支持到底，并追加援乌5亿美元。杨希宇认为，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对拜登旋风式访问基辅做出强硬回应。双方都想进行到底，那么使得这场战争就进入到了一个长期化、焦灼化的这个状态。双方现在战场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双方在短期谁都打不赢，但是长期谁都拖不起这么个状态。战略上、战术上讲，这场战争它的结局是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全球战略的层次来讲呢，双方一定会最后走向一个互作妥协。因此呢，就是中方主张的尽快实行停火谈判，找出和平方案是当务之急。因为既然双方谁都打不赢，长期谁都拖不起，那么早停火比晚停火好，早和平比晚和平好。
拜登突访乌克兰引起全球热议，为什么是突访？那么您觉得为什么拜登火车专列已经开进了乌克兰，白宫还在否认访问呢？主持人好，拜登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超出了大众的预想，即便是密切跟踪拜登行程的美西方媒体呢，也是用突然出访 （a surprise visit）、计划外访问 （unplanned visit）、未经宣布的访问 （unannounced visit） 等等用词呢来形容他的乌克兰之行。白宫当地时间2月10日宣布，这个拜登呢将于2月20日至22日访问波兰，这个纪念这个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拜登访问波兰的计划宣布以后呢，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英国的《独立报》等等呢，也都咨询白宫，问在俄乌军事冲突1周年前夕，那么拜登访问波兰期间会不会访问基辅？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呢，信誓旦旦地说不会。当地时间2月19日，科比呢再次对美媒 MSNBC 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呢在即将到来的波兰之行中没有计划访问乌克兰。外界注意到美国的国会山报2月19日也报道了拜登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这样一条消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强调这个拜登呢在波兰将会见总统杜达和北约东翼国家领导人，以便重申美国对联盟，也就是北约安全的坚定支持，并就俄乌冲突1周年发表讲话。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么在回答拜登是否落脚基辅的时候，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只说他曾经多次邀请过拜登访乌。那么拜登为什么会突然访问乌克兰，而且是在黑夜里启程的？那么解除安全隐患或许是第一位的。毕竟这个乌克兰是战场。现在可以证实拜登出发前几小时向莫斯科发出过通告，要求俄方确保他的基辅行的安全。也因此拜登在基辅期间只是象征性的响了几声防空警报，没有导弹袭击，也没有别的战事，一切都显得是轻松自在。俄罗斯明知拜登访乌将对俄罗斯构成更大的压力，那么为什么要配合他的访问呢？这个俄罗斯一个重要的考量恐怕就是坐实这个俄乌军事冲突，实质上就是俄罗斯与北约与西方的战争。今天这个普京发表的国情咨文，想必会把拜登访乌作为俄罗斯与西方作战的有力证据，进而动员军民为俄罗斯利益而战。